美国总统拜登在新一轮的发言中表示不支持台独，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种言论是否可信？具体又该作何分析？来一起详细了解。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远程线上会谈落下了帷幕，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些备受关注的消息传来。本次中美元首会谈中最大一个亮点，便是美国总统拜登重申及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一如既往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类似这样的言论，那要是放在中美关系正常的过去以往时期还好说，可当今时下毕竟是不同于往昔时日，中美关系正处在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上，并且还在继续走下坡路，不断降低。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美国，而拜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申并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就不免让很多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产生一种错觉，这是否是中美关系和好的信号？美国难道要在对华关系的恶劣态度和糟糕行径上改过自新？要想搞清楚这一问题的答案，虎哥先要来带大家回首历史，看看中美两国过往的外交关系发展轨迹。美国强调不支持台独，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实际上并非是啥新鲜事儿，而是过去就有的老说法。自打中美正式建交，两国关系进入正常时期，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至今以来，美国就一直是一个中国挂嘴边，实际行为却完全是另一套做法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口不对心的说一套做一套，并且这心还是黑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在过去以往向世界公然宣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期间，不但大肆向台湾出售各类型的武器装备，赚取军火利益，甚至还将台湾视作美国重返亚太围堵中国的一个关键战略节点，是美国处心积虑建立起来专门用来围堵中国的所谓岛链支撑点。13年的时候，美国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把至关重要、严重侵害中国利益和国防安全的铺路爪远程相控阵雷达运进了台湾，架设在台湾新竹乐山的制高点上，向中国大陆全面辐射侦测搜索信号，其最远探测距离达到了5000公里，意味着除了中国最西部中印边境和再往北的一小块领土之外，铺路爪雷达可以全方位无死角侦测中国领土上的弹道导弹与航天器发射。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即是给台军提供了7至10分钟左右的防卫预警时间。美国卖给台湾很多武器装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破烂和过时货，但唯独这个铺路爪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对中国的利益侵害也是最大的。有铺路爪这么个毒瘤和侦察眼在台湾，影响的不光是解放军可能的收复行动，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国想要在动武方面打什么歪主意，解放军火箭军部队区域拒止反介入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东风反舰弹道导弹，只要刚一发射升空，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立刻就能收到警告信号，从而有理论上最充裕的反应时间来加以应对。这是美国在武力介入台海问题上仍有实际行动可能的最好体现。一个必须要再次强调的前提是，美国干这事儿，包括屡次三番给台湾卖军火、卖装备的时候，那时任美国总统们的嘴上可是时时刻刻都挂着美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样的糊弄人鬼话的。早先曾有美国国内的民间智库搞出过这么一份报告，其中摆明了说，台湾就是美国遏制中国一张最好，也是最容易反复使用，并且还屡试不爽的王牌，是美国手中握住的一个中国弱点。美国人这么说，以他美国自身的角度来讲，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能揭露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真面目。现如今，美国的整体战略是重返亚太，围堵中国，将对抗俄罗斯视作第二目标，将全面遏制中国崛起视作第一优先要务。这一点是众多美国高官政客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实际行动所能佐证的真实情况，毋庸置疑，也无需再过多说。
并且在优先级这一点上，更是要高于美国其他的所有政策和行动。虎哥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只要美国还坚持奉行围堵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那么所谓的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独说法，就是纯属鬼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却鬼都不相信的那种。美国实际行动的所作所为和其虚伪的嘴上说辞完全背道而驰，二者根本不可能同时并存，只能执行一个。而对于霸权主义成瘾、世界老大当惯了的美国来说，放弃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要离谱。要让美国放弃霸权主义，除非他们自己实力不济，条件不允许，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正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说的就是美国这种霸权成瘾的情况。有鉴于此，并且综上所述，不管美国总统再怎么换，不管是过去还是眼下，美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糊弄鬼话是万万不能信的。在实际行动中，更加不能因为美国这虚伪丑陋的嘴脸和言辞，而对其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